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对于华为的海思麒麟芯片，作为目前国内手机市场唯一成熟的自研手机芯片，虽然它在江湖上的地位是公认的，但是在业界不乏有批评的声音，包括某公司高管在内，很多人都认为所谓的麒麟芯片只是华为包装出来的一个华丽的卖点而已。毕竟海思麒麟采用的也是 ARM 的公版架构， GPU 的性能也一直不如高通，在峰值性能方面也根本达不到苹果 A 系列，所以他们就主观的认为，麒麟处理器相比于其他手机厂商所采买的高通骁龙以及联发科的芯片，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他们更倾向于把华为海思麒麟处理器的成功归结为商业上的成功。可以这么说，在手机行业整体进入深水区之后，是否拥有自研芯片就是衡量一个手机厂商能否在高端市场拥有立足之地的核心指标之一。因为很多人都忽略了自研芯片真正的价值。比较关注数码行业，尤其是手机行业的消费者，这2年对于芯片调教这个词应该都很熟悉了。那么什么是芯片调度呢？说白了，其实就是让手机芯片所输出的性能和当下消费者正在进行的任务所需要的算力进行匹配，以此来达到平衡功耗以及性能的目的。大家都知道，现阶段的手机芯片大多采用的都是3层级的设计模式，即1+3+4的架构设计。根据最新的消息，高通下一代甚至会采用4层级的架构设计，即1+2+2+3。最早采用此类架构设计的芯片公司是联发科，代表芯片是联发科 X20。只不过当时由于芯片技术不够成熟，这套架构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此后最先采用该架构设计的芯片就是华为海思的麒麟980，它采用了全新的2+2+4的结构设计。那么这种架构设计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让手机芯片拥有更加灵活的核心调度模式，可以更加精细化的进行性能分配。这就是 ARM 在2018年公布的 Dynamic 技术的本质。简单来说，此前大家常见到的双层级设计，在运行一个程序的时候，只能用一个层级中的核心进行数据处理，要么全大和尚，要么全小和尚，性能输出其实是非常极端，会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现阶段手机还采用这样的设计逻辑，那续航的崩成什么样子？但是在 Dynamic 技术出现之后，核心之间的协作变得更加的顺畅和高效。手机厂商可以根据不同的场景，对不同的运作核心进行调整，譬如可以是1颗大核心加2颗小核心进行功能输出，也可以是由1颗大核心带2颗中核心进行输出，自由度非常高，可以适应更加微观的使用场景。这个技术看起来非常好，但是这样的设计模式对于手机厂商的调教功力会提出很高的要求。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采买其他第三方芯片的手机厂商通常都要等到该芯片基本定型之后，才能拿到该芯片的详细参数和样片，才能来进行内部的测试和优化调试。这就导致芯片的优化测试周期和手机产品的上市销售之间的时间间隔非常短，手机厂商只能赶鸭子上架。所以搭载新芯片上市的手机产品在发布初期的系统调度通常都是很欠缺的，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需要经过多版本的系统迭代才能趋于稳定。去年小米11烧主板的问题，说白了就是系统调度不合理导致区域温度过高。而拥有自研芯片能力的手机厂商可以在第一时间就介入到芯片的研发过程中，这样就可以拥有更加充沛的测试和调试周期，消费者在第一时间拿到新机的时候的体验会更加稳定。而且芯片设计的过程还可以和系统的不同诉求完美融合，譬如苹果的 iOS 系统更注重台前的应用，所以 A 系列处理器就针对性的提高了芯片的单核性能，以此来满足系统的需求。拥有自研芯片能力的手机厂商，芯片是为了系统服务而来采芯片的手机企业，系统是为了芯片服务，大家可以细细品咂一下个中差异。而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尤其是高端消费者来说，稳定绝对是一个最大的潜移默化的卖点之一。自从2020年开始，芯片功耗过高就成为了手机消费者最无法容忍的一个事情。一款芯片哪怕拥有极高的性能，但是如果无法平衡好功耗的话，依旧不会被用户所接纳。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天玑8100和天玑9000了。原本联发科对于天玑9000抱有非常大的期待，然而上市之后才发现，真正受到市场追捧的并不是性能极致的天玑9000，而是能够完美平衡功耗和性能的天玑8100。
这其实就体现了芯片厂商的商业预判和现实的差异，因为芯片厂商和普通用户之间还差着一个手机企业，他们根本无法第一时间的获得准确的用户反馈，这就会让他们的信息获取相对滞后，对于市场的反应的速度会比较慢。而手机厂商虽然拥有第一手的用户反馈，但是奈何他们无法左右芯片企业，这就造成了一种信息壁垒，而拥有自研芯片能力的手机企业就可以打破这种信息壁垒。手机厂商所获得的市场反馈可以第一时间传达给芯片设计部门，从而让芯片更加适应这个时代。华为提出来的 GPU Turbo 技术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利用这个技术可以让手机在一些游戏中发挥出打破芯片性能天花板的表现，而其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利用 NPU 芯片进行深度的学习和预判，从而达到更加精准的调度。而当时华为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个功能，就是因为当年的麒麟970是全行业第一款配备 NPU 模块的主流芯片，当时只有麒麟970可以支撑这种功能的落地，而这种高度的自由度可以给手机部门提供更多的差异化优势，这一点就不需要多说太多了。拥有自研芯片就天然的拥有差异化的卖点，可以打动更多的消费群体。所以总的来说，自研芯片对于手机厂商来说绝对不是噱头这么简单的东西，它可以给任何一个手机厂商带来实质性的正向提升。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欢迎您在评论区交流。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别忘了订阅关注 Tiger， 我们下期再见。